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每天2支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那我们老师就来公布一下我们这个名次吧。好。今天把脉诊呢作为一个重点的考核目标，我就先笼统的讲一下。对脉搏的具象化肯定是一个反复的训练的过程，你们从一开始就能诊断出这一些病人身上已经存在的这些信息，已经很好了。关于这个长脉的问题，也在不断的学习当中自己建立模型。大家慢慢都进入了这个真正诊脉的这个场景和氛围了，就逐步的越来越好了。我们简单的排了一下名。王涵第3名，谢谢老师。赵乐毅第4名，谢谢老师。一共就6个人，我排第4，这个感觉就很难讲。上午的表现肯定差一点，一开始接触新东西多少会有一点慌，我还是得多进行相应的练习。我可能很难，就是从一开始就完全就是坐稳第1的位置，但无所谓，我有的是毅力。那么第1名，王玉第1名。好，恭喜你！谢谢老师。占位疾病的特征，它能够迅速的捕捉到，这是很不容易的。右手边刚刚摸的有点占位，它的曲直的话，我感觉就是非常直的，就是很标准的这个弦颈脉。对，曲率。这边脚孙这里是热的，但是前面呢这里又是凉的。对呀，在前额这就是凉的。可以摸一下，来，你摸是凉的。针是湿的，就是起针的时候看到是滑的。对呀，能建立起这个手感来，将来再和这个疾病的，就是在脉搏上面的定位，只要一结合，如果再摸出这个占位效应来，那就可以定位定性诊断啊。他就是已经有了这个手感了，对吧？王玉接受能力很快，基础功也比较扎实，他一上来就能摸出来，这个其实还是很加分的。王玉他能够把我们之前学习的那种脉法知识和齐老师的做一个对应，他不仅有这种灵感，他更有手感。第2名，连性，用传统的脉诊出的这个上焦疾病的占位性疾病来。就是它那个脉管壁跟之前周围组织间隙它是比较明显的，它还存在一个两边的寸脉有一点点散，我可能会怀疑就是这个患者他的上部，比如说甲状腺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包括肺部会有一点点小结节。然后它的倒不在于诊断是吧？就有了这个手感，那就很厉害了。对，恭喜你！谢谢老师。李延静可以后凸哪有结节，他说了特别多自己体系的知识，他真的非常强。中医讲究悟性，就他能拔出结节，我觉得他就很灵，有灵性。第5名，白松岩，恭喜恭喜！阿姨第6名。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学习脉诊的路上，大踏步的往前走，功夫上身，服务社会。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中午的时间，你可以上网上去查一下。去年我们山东中医大学的学报就系统辩证脉学专栏，了解清楚了。好，
好的，那大家就先回去，按照老师说的好好准备。下午你们将面对一些情绪重症患者，平脉辩证，再次进行难度升级的考核。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专业良心，买药认准修正。走啦，学吧。没有，严峻才是大佬。他下午是考实操，下午应该是有真病人过来，老师不是说应该是直接给病人看病。你戴耳机了？他听不清你说话。上午来说的话，自己不是很满意。齐老师说我脉诊的过程呢不够从容和缓，以后在诊脉的时候你放松一点，你有点心急火燎的诊脉，心急火燎的去找，这不行，你要等着他来给你汇报。我在想，可能我今天的学习方法还是要有所提高的。好困呐。还是怎样睡？你这样，你打个地铺，你躺这儿，空间大。不能睡。师姐又在工作了，没有，在看布置的作业。所以说你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上午我排第4，还是挺有压力的，所以我中午努力一把，迅速的过完了齐老师的一本书。我想去问一下老师。老师，我想问一下呢，就是您上午说的那个波，就是您那个波画的是，不，您这个画的是这个，这不是个真正的波，这是一个支点的上下的压力变化。哦，啊，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第一遍的时候就没太明白，我就不行，我就一定要把这个搞明白。不好意思，老师，我还是想问一下，我还是没明白，因为我看咱们书里面这个正常脉搏波这样的，写书的时候没有把它剥离出来。哦，当然中医很多时候是要靠悟性的，但不逼自己，你也不知道你能做到什么地步，哪怕结果最后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但至少你可以说我不后悔。学习学习，来看吧，一起学。它这里有说，脉长纲，长纲就是高血压前兆。比如说我们是3个指头，然后它可能你指头稍微往下一点，还有往下一点。能努力多少就尽力多少。我对自己上午的表现没有那么满意，我是可以的，我能做到有一个很大的进步。我很期待下午的考核，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泡个养生茶喝。我也想泡茶，你也过来泡。这个里面有什么？放了那个玫瑰、
陈皮，还有这个安神。干预的适合我和小琪喝。哦，我要煮快乐小甜水。哪个是甘草？甘草。哦，这是甘草。大麦应该是这个。是。这放进去好了。老师，睡眠不好是不是肾方面的一些问题，像肾阴虚呀、肾阳虚呀？中医里会说肾是先天之本，所以益肾就能够安神。那我们是不是要吃一些益肾的，就能帮助我们的睡眠？对，我们平时可以多吃一些肉苁蓉呀、巴戟天呀、杜仲呀、枸杞，也有补肾的作用。这16味药材基本上都是入肾经的，对不对？对，但是呢，不同这个药材的质量呀，大家一定要平时注意鉴别一下。买药材一定要选一些靠谱的大品牌，比如说像我们的修正药业，对吧？30年只做良心药，它主打的就是货真量又足，又对症又得法，专业又管用，可以随时帮大家修正好自己身体的状态，未病先防。对，所以有修正在，我们就有更多的底气去挑战了。哎呀，打个坐。他刚才，但是他给我扎的这一针真的很厉害。他说我来给你扎一下这个地方。好的，哇，舒服吧？哇。然后扎完之后，他说没事啊，想哭就哭。我说我不想哭啊。结果每到5分钟，我就说哎，等一会儿，突然之间哎，好委屈，有点想哭。你们两个有一点点像啊，我俩觉得好像啊。主要是那个童年严格的。我俩病灶都一模一样。你为什么会甲状腺有问题呢？那不是说男生甲状腺有问题要去看吗？他就是说就是因为情绪的问题导致的，但是没展开讲甲状腺的事儿。哎，但是我可以帮你推一下，来，你到这前面，我帮你。可以有这个服务吗，王哥？才多大呀？你怎么这么？今年已经32了。Sorry， 没事啊，准备好啊。我放松是吧？你放松就好。什么东西？因为我怕痒。啊！哦，这个地方。哦。啊！再3下啊，1下、2下、3下，好，来呼吸，喘气，大喘气。真的好热呀，这样吧。咱们像两个人一块发功一样。咱们拍那个仙侠剧。哇，神清气爽啊！哎妈，准备好了吗？老师好。下面我们去考核的地方，我们出发吧。好啊，走啊。走吧。拜拜。齐老师，好，同学们好 ，Hello， 欢迎各位 ，Hello， 辛苦齐老师，感受一下在扎完之后我变得温热的双手。来，齐老师，您这边请。欢迎各位来到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的《入职场中医记》。上午的跟诊情况，感受到了每一位同学在所有问诊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认真。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情况也被大家所察觉到，你们感受是什么样子？就学到了特别多的东西，最大的感受就是学到东西了。它是把我们比较玄妙的这种脉学结合了现代的这种技术，让它变得没有那么玄妙，可以让更多的人去系统的去学习到这个脉学，就是首重创新的一部分。把我之前一些谬误或者是不清楚的地方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就是我之前觉得它脉象很模糊，但是我现在觉得很量化，就一下子很清晰了。齐老师能够这么面对面、手把手的来教大家，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设置的考核也会更加的具体，
难度也将更加升级。下午你们将会面对一些情绪重症患者平脉辩证。稍后各位你们所会把到的脉象，是我们找到了真实符合条件的这些病患来到现场，你们的脉象病例就是真实的。但是因为这毕竟是节目的播出，我们一定要保证病患的隐私，所以这位病人他在过去到底有怎样的经历，这些内容将会由我们的4位姐姐分别来进行演绎。接下来，她们将会从我们今天的主题情绪出发，为大家演绎来自人不同的童年时期、青年时期、初入职场和中年阶段。因为这4个阶段，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情况出现。其中职场时期和中年时期呢比较难，因为心理负担比较重，可以有2个人同时进行考核，其他的呢房间呢是1个人考核。我们继续延续上午的分组，中年时期有王玉和李艳静，职场时期的考核赵乐怡和王涵考核，剩下的有阿一和白松岩分别进行考核。要不我童年吧？好，那我20岁吧。 OK， 谢谢。在考核正式开始之前，4位姐姐也会分别准备了一段她们今天所代表的这位病人她的真实经历来进行一段演绎，让大家有一些基础的了解。所以现在各位请坐，那我们就从童年时期开始。快看快看快看，来消息了。来。大家好，今年我13岁了。这一年，我的爸爸和妈妈分开了，我和妈妈相依为命。妈妈总是很忙，她总是忙着赚钱，而且妈妈总是对我说，她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我，她这么拼命也是为了我，所以她希望我努力学习，不要辜负她的一片苦心。可是我想说，妈妈，我已经很努力了，你到底有没有看到呀？难道只有考试得第1名，才算是你的好女儿吗？我真的好累啊！我今年20岁了，终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成为了妈妈的骄傲。但是，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我觉得，外面的世界，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我过去的优秀不值得一提。我不知道以后我该怎么办。我也处理不好人际关系。这让我特别难过，我好累。今年我35岁，我全部的时间几乎都投入在工作上。我一直以为，通过努力，我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但是老板的压榨，还有客户的挑剔，让我心里非常焦悴。我一直以为，只要任劳任怨，我就一定能够成功。但是我最后还是被辞退了。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努力跟回报不成正比？我不知道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好累，我究竟要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你们的了。今年我47岁了，我以为有了自己的家庭，一切都会变得更好。为了他还有孩子，
我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成为了一名全职太太。我全心全意的付出。我是他的妻子，是孩子的母亲，是妈妈的女儿。但是我越来越发现，我好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到底有谁能看到真正的我呢？我好累。好的，谢谢四位姐姐的真情的演绎。各位做好准备，咱们考核倒计时现在开始。你好。哎，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获得的资料。可以，对，是的。逍遥丸、乳系、甲状腺。舌红苔，有裂纹。我好像不知道自己是谁，到底有谁能看到真正的我呢？我好累。我在看到那个患者的牌子的时候，其实我非常难受，真的让人很震惊。我怀疑是外伤是家暴。外伤。你看上面经常又有酒瓶，看到没有？非常脏的。然后他这里布洛芬看到没有？布洛芬经常疼，对乙酰。这个是什么？对乙酰肌分退烧也可以止疼。逍遥丸、甲状腺、乳皮箱。面晦暗无光泽，我觉得病挺重的，其实，怪不得要2年。神经衰弱是，我都怀疑。我跟你说，我都怀疑他这个不一定是他的身体原因，可能是被打的。如果有家暴事件，神经原因。是。他的信息其实很明显，我当时看到他最下面那张图，他那个手臂就是有一个淤青。我当时就跟王云说：“我说我的直觉就是家暴。”来，不要紧张，放松。你有去查过囊肿跟结节吗？查过结节。查过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跟甲状腺结节都有，应该是吗？是的哈。你好，可以把左手伸出来吗？好。您血脂、血压，还有血糖这些高吗？血压高一点点，血脂高好多，高2倍。您大小便正常吗？小便里面有血。小便有血。大便有吗？大便有黑色的。好。你睡眠怎么样？容易入睡吗？就是容易醒。容易醒啊？对，没半个小时就醒来了。哦。容易睡着，容易醒来。容易睡着，容易醒。你的颈椎是不是不舒服呀？颈椎是有点不舒服。是有不舒服啊？对。颈椎后面的肌肉好厚啊。好硬是吗？对，就是硬。这个感觉持续多久了呀？好多年了。
来，给我把个脉。腰疼吗？腰疼我吃一点药就不疼了，好疼也有劲不好吃。那您那个膝盖跟脚踝疼吗？膝盖跟脚踝是一走着老了，有点里面有一点点疼。那您之前有做过检查吗？我做过胃息肉。胃息肉？我做过鼻子的手术，胃息肉也切过手术，我脂肪也做过手术。好。我看您那个照片上，您的手臂有很明显的瘀斑，是被人打的吗？我老公打过我。你老公打过你？对。经常？经常。您老公是酗酒吗？他打您是跟喝酒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就是纯打。对。来，您再给我把个脉好吗？来，您把手伸出来。确实是，就像老师说的，是一个伤心脉，就很明显，然后加上一些结节跟囊肿，它这个病的形成不是说可能几个月、1、2年会有的。老师，我觉得把这个脉把的我心情不是很好。我都觉得不行了，快。对。总结一下。哎，我们去那儿写吧。休息一下。房贷。心里有问题，有痛经。今年我35岁，我全部的时间几乎都投入在工作上，但是我最后还是被辞退了。我不知道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来看舌象。胖大。色胎。麻烦您把手伸出来一下，我们给您把一下脉。我们俩就选择就是我先按脉，他再问诊，然后后面我们俩再交换。那我开始对您进行问诊，因为我特别关注到就是您吃了很多药，什么胃肠类的药，然后包括安眠药、结节药，还有速效救心丸之类的。我想问一下，您有什么基础类疾病吗？查过的？之前查过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的结节，还有肝囊肿，肺囊肿，心脏有膨出瘤，就是您现在最主要的不适是什么？容易手抖，然后经常会觉得心跳的比较快。最主要还有就是我确实失眠比较严重，我那个失眠有将近可能有20年了，2、3点就会醒过来。我只要休息不好，白天就会整个人就会非常的差状态。其实包括像您的这些基础病这些结节也好，其实都是跟情绪有关，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可能我长期以来都比较容易焦虑吧。然后最近就是也没了工作。您好，再把手伸一下。然后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家里是有孩子吗？现在有一个女孩。那平时会有让你就是操心吗？
对我不操心，也没有别人管。我老公也不怎么在家，工作上就是一直达不到要求吧。虽然已经感觉也已经在对，因为确实能摸出来你的脉就是会平常会很劳累。摸那个患者脉有点太弱了，而且太沉了，它确实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忧思过度导致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医生能帮的呢，其实就是帮您开药进行一个调理，但是咱们自己就是把心态进行一个调整，也是很重要的，不一定所有事情都要吃药。当然就是我们也会想尽办法来帮咱们的。对，但是很主要的还是要放平心态。是。明白，因为我觉得咱们现在的药吃的其实是有点多，咱们可以适当的精简一下，不用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但是晚上就是睡不着。因为你是一个长期的消耗的状态了，但最主要的就是还是要放平心态，还是要一点点来。因为只有心态放平了之后，咱们这个药效可能效果就会更好一点，是不是？这个患者他思虑是很重的，然后包括他的这个脑子可能就一直停不下来，包括他失眠，我觉得也是因为他一直在焦虑。好了，谢谢您。差不多，去捋一捋。你摸脉是什么感觉？我就感觉他就是比较沉，然后但是关脉还是会相对来说强一点，但是它哪关？2个关都是的，是的，并且它也稍微有一点，其实我感觉心肝其实差不多，但是肝还是稍微强一点。虽然我俩也知道我俩是一个竞争关系，但是我们还是会相互说一下，就是你问的有什么，我问的有什么，我们有没有什么相互遗漏的。我们俩配合起来还挺默契，就完全没有说一点卡的那种，并且我觉得我们俩都是很愿意信息共享的那种，就是很合吧。我今年20岁了，终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我过去的优秀不值得一提。我也处理不好人际关系，这让我特别难过。你好，你哪里不舒服呀？我就是手抖、腿抖的厉害，然后不知道怎么控制，然后最近刚好逢感冒，我腰跟颈椎也不是很好。你手抖、这种腿抖，你身体抖多久了？还蛮久的啊，好几年了吧有。好，我先给你把个脉吧。好，哎，好，活动一下啊，来，手放着，就自然搭。我当时就非常的紧张，我就快速把脉，我很想把出什么问题，我要开什么方。你是不是一直被什么事儿给困扰着？我就是心情挺不好的，然后也很容易烦躁，很容易敏感。我一直都觉得我挺对不起我的朋友跟家人的。我觉得妈妈生下我其实是个错误来着。妈妈生下我其实是个错误来着。父母对你的压力是很大吗？对你的要求会很高吗？会。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不能跟患者共情，你只能是看到这个人，看到这个问题，你要解决它。我当时就是全心想帮他，给一个治疗方案。比如你会有一些胸闷、心慌，会有这些就是反应吗？我会心跳很快，心率很快，然后会晚上睡不着。晚上睡不着，心率会很快。你有时候会暴饮暴食吗？会。压力大的时候，心情很烦的时候，想发脾气的时候都会。那你大便怎么样啊？
我大便其实是挺干燥的，我还用过开塞露。很干燥，很热。其实你现在整个状态就是你身体其实也很虚、很热，就是那种虚热导致的。对，我非常怕热。对，就是很明显的那种阴虚内热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我强迫症很严重，有强迫性的洁癖。如果我晚上睡觉前，我没有把哪块卫生打扫好，或者我看到哪里块有头发，我就会焦虑的睡不着。大家好，我13岁了。这一年，我的爸爸和妈妈分开了。妈妈总是对我说，她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我，不要辜负她的一片苦心。太紧张了，放松。没事，放松啊。多漂亮的小手呀！没事啊。上午齐老师说我脉诊的过程呢不够从容和缓，有些急躁。你有点心急火燎的诊脉。所以下午的正式看诊的时候呢，我整个会一直在安抚他的情绪，还是比较和缓、比较从容的。怎么就心情不好呀？情绪总是很失落，压力太大。压力太大了，能具体说说怎么回事吗？家庭离异。哦，父母离异了。母亲总是把压力转移到我身上，必须要成绩考得很好。那你跟父母会沟通吗？沟通过，但是没用。没用。心情低落，那有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胃口不好。胃口不好。来，这个手手。没事，放松啊。有没有系统的治疗过呢？没有系统治疗过，自己解决。宝宝，你来例假了没有？月经不规律，1个月来2次。1个月来2次。我发现她月经居然1个月来2次，我就是迅速联想到，我说她这个抑郁的程度已经是会影响到她的身体机能，到如此的地步的，我就还是有点担心。那月经是多会儿来的呀？第1次10岁。10岁。你这个月经的问题呢，它不是一个大问题，你要放心啊。等你心情好了呢，你这个月经呢就能够正常的1个月还是1次，13次的时候月经不调呢是很正常的。哇，放心，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不要紧张啊，一定要不能熬夜，会加重你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程度，宝贝儿，好吧？吃的东西呢一定要多吃热的。生冷和寒凉的东西要少吃，它会比较刺激你这个脾胃，就有点肝气犯胃的情况。医疗的手段它是次要的，病人才是最根本的。跟父母的这个问题呢，还是要积极沟通，好不好？你要有一些方式和手段，让自己的这个情绪得到释放，好不好？不要担心，而且你还这么小，我有看到你的这个成绩单，你学习成绩也是很好了，你已经做得很棒了。宝贝儿，放松啊，收回去吧。最后1分钟。还有一个没问到的，他喝完水会尿频尿急，其实跟夜尿是一样的，对吗？是对应是一样的。那个生气那个已经气化不足了。患者的姓名告诉了吗？不用写是吧？不用，没告诉。现在还能再把一下脉是吧？来，还有时间，还有40秒的时间。特虚热，倒是没有虚，但焦虑应该可以缓板。3、2、1，时间到。停止问诊，去誊抄一下文字信息和给到处方，请各位进行分析，然后也请大家给出你们要给到的这个解决方案。
然后我们刚刚齐老师也已经专门对于4个脉象进行了这个切脉，所以我们主要会以脉象呈现的信息和你们捕捉到的信息为这个打分的标准主体。看到那边就感觉有种考试的感觉，突然紧张和严肃了起来。他们就在考试，不是有这个感觉？考试容易，真实的病例更加的复杂。这3个病例都很复杂。哪3个？就这边3个。只有年纪小一点的，是不是稍微好一点？对。哦。单纯呀。疾病就是反复迭代出来的，日积月累呀，积劳成疾呀，是吧？身体是我们灵魂的圣殿，我们真得停下来脚步，就是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去听我们的身体给我发出的信号，对我说的话。我感觉当医生一共情，真的好容易影响。和你演员的，你老演悲剧人物的，演坏了，把你自己演进去了。我们都当不了医生。但刚刚盛姐，我看你刚上台之前就已经不行，在进入到某一个状态。你知道那个真实的图片冲击力太强了，下水道的头发，还有那个他在网上搜，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没有任何话，冷冰冰的真实的图片放在那，就是特别扎心，一下子会戳到，特别难受。所以我看你刚刚上台讲之前就已经不行了，我拼命在控制，受不了，冲击力太强。我看他把麦都拔得有点受不了了。好了，那么第1个吧。老师好，我的患者是13岁女，自诉情绪低落紧张3年，加重1年。患者由于长期的学业压力和精神压力较重，而且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是她月经1月行2次，且伴有胸闷。其次是患者脾胃虚弱、易腹泻、食欲不振、饮食不规律。在睡眠方面呢，患者睡觉易醒、多梦，且上述状况一直未得到系统性治疗。妈妈，我已经很努力了，难道只有第1名才算是你的好女儿吗？我真的好累啊。其次是患者脉位居中，脉势起伏较小，尤其是肝脉的瘀滞的这个流利的程度比较弱，脉管壁的紧张度很高，脉管的充盈程度也比较高。这次的脉诊可以看出来白松岩没那么着急了，观察很细心。我对于患者的诊断为郁症，且伴有月经不调。对于他郁症，我辨为肝郁气滞症，用的是柴胡疏肝汤加减。又介于患者13岁，且有一些脾胃虚弱、易腹泻，而且正值这个青春期发育年龄，所以我柴胡疏肝散加了焦三仙、白术这些健脾养胃，可以让他的这个肾上发育这一块的营养跟上。其次呢，患者的这个睡眠的问题呢，我用的安神药是合欢花，且对于患者的肠胃负担较其他的重症安神类药物较小。考虑到患者是学生且在学校寄宿，所以我用的这个煎药方式是代煎。非常的好。那么你考虑没考虑过，就是把月经不调和容易腹泻这2个问题考虑到一个维度上去，提取它共同的点。确实没从这个维度考虑过它。考虑的纬度越高，你这样你才能抓住问题的那个最根本的东西。单纯的强调肝郁不行，强调它化热。火从窍发，这个火一定要找到个路，把它排泄出来。我问小朋友说有没有口腔溃疡和这种痘痘啊？他没上走啊，往下走了。往下走。哦，对，他腹泻往下走。对。哦。你应该再去问问他有没有腿疼、胆经郁热、胆经不通啊？你可以再去问一下。会那个脊柱疼，脊柱会疼。经络不通不一定在哪一段，好多孩子的生长疼，其实就是父母管教严引起的胆经不通。
如果有火的话，你准备用什么药？用单齿逍遥。对。然后这个再改善一下他这个脾胃的问题。对。来，医生，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我，比如说这个就是脊柱经常会疼，有没有办法能够缓解？可以通过这个针灸，然后可以吃药，然后平时呢，我们可以通过拉伸和活动我们这个脊柱，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经脉保持调达顺畅，也可以让我们火郁发之，那我们这个脊柱疼痛的程度也可以得到缓解。哦，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平时胃口很不好，但我又不想吃药的情况下，我应该怎么能够让我自己的食欲好一些？我比较建议有一个就是那个山药膏哦，山药膏它是比较温和的，就是我们不管寒和热，我们都可以吃山药，而且山药这个食材它也是比较便捷的这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就总是心情不好，我们容易胡思乱想，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不要想的那么多？一个是针灸，因为针灸的话上医调神嘛。此外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技能，就是我比较喜欢用芳疗，因为我们古人静坐，我们习字、抚琴，我们都会用一些香药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凝神聚气，尤其是在晚上用的时候，会让我们睡觉和这种睡眠质量得到很好的改善。好的，谢谢。好，谢谢松野。然后呢，我们每位姐姐在提问的过程当中，她其实也是代表着病患，是。然后对于刚刚给出的治疗方案在进行提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的是青年时期阿姨。好，老师好。患者主诉手脚抖多年，失眠是入睡困难，他平时会怕热，他记忆力差，然后心情烦躁，会盗汗，会有憋尿，小便次数少，大便是干的。然后患者是平时爱吃零食，不思饮食，不吃饭，是纳呆。然后最后呢是诊断为是郁病，是心血虚，阴液不足。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该怎么办？特别难过，我好累。然后它的脉象呢，它的测那个部分速度是比较快的，它的最主要的部分是脉管的张力是很小的、很低的，就是很软缓。冠脉呢是整个感觉是边界不清的，对。然后它的位置呢是沉的，它的频率也是慢的，然后它呢。我当时是非常的紧张，全身都出汗了。然后他呢？这紧张？对。但是呢，先不管结果怎么样吧，我觉得至少我得勇敢的把汇报讲完。然后我想的方药呢是黄芪桂枝五物汤，还有一些疏肝散加碱，加了一些龙骨牡蛎，还有五味子来这个敛汗，开了一些针灸。还有一些艾灸，学一些外治法。说完了是吧？这个人呢是这样的，他的右尺脉比较敛直，这个人的这意志是非常坚定的，就个性非常执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我过去的优秀不值得一提。左侧脉呢，寸脉是个上心脉。左侧脉沉细色，这个上心脉，它的整体的脉搏的搏速呢非常的快。它的错的地方确实挺瘦的，但是观尺脉完全是很缓。这是它受热的一个脉啊。它这个搏速快呢，表明它性子急啊。再一个呢，右侧脉稠一些，这个稠是什么？免疫功能亢进。免疫功能亢进。长时间的这种伤心生气，引起了它免疫功能亢进。然后出现手抖啊，对，他就是手脚抖，消瘦，睡眠少，身上热，对，所以说他阴虚，这是一个水不含木，肝气郁结。其实金亮老师就是很厉害，一眼你就能抓住他的要害，这就是临床经验嘛。齐老师，我发现你每次提问的时候，边提问边给他纠正过来。这就很好了，他们这个初入职场嘛，对不对？当然。医学是一个不断的纠错的过程，能在错误当中认识到，把方向纠正过来就很好了。
通过老师的改正，我能清晰的看到我当时自己的问题，然后反思我这想的对不对，真的是受益匪浅。那么接下来就请病患对于刚刚的治疗方案有什么要提问的？我想知道，就是如果吃药，它是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吗？当然，你这个不是一时的，肯定不是啊。你吃氧气剂，你再看，如果有需要调的话，再给你调。就7天以后来再复诊一下。我给他补充一下哈，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临床上病人经常问我多长时间能好。作为这个病人来讲，病情这个要长一些，就是短期3、5副药是肯定不可能。一个它本身的原因，再有一个就是生存的环境不好。一个手拿着药丸，一边耳朵听着挨骂，骂他的那张嘴要是闭不上，这个病能好吗？那成因始终在那儿。对，所以说治病这个事儿不是完全砸给我们大夫的事儿，对，他周围的人都有责任。如果他生存的环境不改善的话，这个病可能就功亏一篑。大夫治疗也是暂时的缓解。好的，谢谢阿姨，谢谢，请坐。谢谢。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职场双人组。那我先说我的吧。患者自述睡眠质量差、食欲差、大便不调，2到3天排便一次，口苦、口干、欲饮、口渴、头晕、耳鸣、乏力，既往史有肝囊肿、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1年前曾患肺炎。然后我给他下的诊断是失眠，我想从失眠来论治。我的症型是心肝阴血不足。我下的主诉是患者焦虑抑郁状态多年，常头晕、耳鸣、眼干、口苦咽干、有痰、不喜饮水、纳差。望诊是甲有竖纹。患者他现在也是处于一个工作被辞退，然后努力跟回报不成正比，不明白存活的意义，所以我给他下的诊断是抑郁症，下的这个症型是肝郁血虚症。被辞退了，让我心里非常焦悴，我不知道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他是从失眠入手，但是我是从他的焦虑、抑郁的这种情绪走的。他现在有自杀倾向，我不知道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是最困扰他的东西。那如果要是人都没了，那还管什么睡觉呢？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会更加想说，先把咱们这个痛苦先去给它缓解掉，然后再去一点一点的去把那个本去治掉。他的脉是右寸沉凹涩，左寸动硕，并且有结节的硬质感。右侧的关动硕，左侧的脉会稠一些，然后右齿会沉，左齿会弱一些。舌暗红，苔薄腻。赵老爷对于患者的脉象分析还是比较准确的，能看出他的功底扎实。这次的学习也下不少功夫。所以我认为治则应该疏肝养血，然后所以我用逍遥散作为的加减。因为患者有失眠，所以也有添加酸枣仁汤的成分，然后以及他可能是一个结节体质，所以的话，我这里面会用一些夏枯草啊、半夏啊之类的这种药物，也用了一些能够保护脾胃的二陈汤的一些内容，给它放了增液汤。此外还加了石斛，然后针对肝郁又加了一个玫瑰花，然后就是针对于它纳差进行了一个鸡内金。此外的话，患者可以这样去搓两胁，就这样去搓这个两胁的位置，然后可以去大声的把气给叹出来。这个是我相应的一个内容。我采取的主方是酸枣仁汤，但是我做了很多的加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它是心肝阴血不足嘛，我又给它加了一个当归，既可以补血还可以活血。同时，因为它有大便不调、食欲差这样的一些脾胃虚的表现，酸枣仁汤中它其实有茯苓，所以我又给它加了个白术，跟茯苓相配，还可以健脾，还可以化痰。因为它睡眠质量差，然后我就加了断龙骨牡蛎，可以重镇安神。同时它有肺炎，所以它有痰，我就加了一些黄芩和贝母。最后我觉得这些药它可能比较滞腻，我又加了一味瓜蒌，可以行气。同时我又加了点白花蛇舌草，可以帮助它抗肿瘤，这个是我在临床中学到的经验。对，这个是我的一个方。我还没有仔细的诊他的脉是吧？我没太有那个什么。我没有按照老师说那个方法去实践，
因为我可能是一个固有思维，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精通，我其实不太敢用在患者身上的。这个病人啊，从脉上看，他就是这个人啊，非常的负责任，这样呢，使得他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寸脉热，尺脉凉。乐意可能诊出是寸强尺弱来了，是不是啊？寸粗尺细。左寸动硕，左尺会弱一些。只要抓住这个特点了，你病机就抓住了。说这就是个心肾不交的病症。这个乐意说的是对的，左侧寸脉强，尺脉弱，说这是个少热下寒症，这是个心肾不交。问诊确实问不出来。对你问不出来。问诊问不出来。对，问他那是病人的感受，就用脉诊，我自己取证，我自己判断。我经常会觉得头晕跟耳鸣，我应该怎么样可以缓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觉得可以针灸，其实针灸对于改善耳鸣头晕的效果还是挺显著，所以选印堂、百会，然后像率骨、头围，然后因为面口合谷收，所以我们还可以取合谷。头晕的感觉是属于有一种阴虚，所以我们还可以取三阴交、阴陵泉这几个穴位针刺，针灸就可以。针灸，好，谢谢。我觉得如果就这个患者而言，它是一个虚性的头晕跟耳鸣，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在药物上面可以选择一些重镇安神的，然后去把这个头晕耳鸣进行一个改善。然后此外呢，就是我们还可以通过艾灸、针灸进行相应的改善。谢谢。好，谢谢两位，来，两位请坐。谢谢。那么接下来咱们最后一组。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老师好，这位患者的主诉是情绪低落20余年，然后他的现病史呢是患者婚后生活不如意，然后经常焦虑抑郁，出现了轻生的心理，然后入睡困难、多梦、噩梦、情绪低落、左乳下疼痛，还有小腹下也疼痛，对生活失去信心。然后既往史是有甲状腺乳腺结节，然后乳腺囊肿史，还有家暴史。然后脉象呢是脉长至黏，然后它的张力升高，还有脉弦。然后我还摸到左寸脉呢，它有一点点占位啊，这应该跟它的甲状腺乳腺结节呢，有联系吧。然后我给他的病名诊断是郁症，辨证是少阳胆腑郁热症。老师，我的汇报跟师弟差不多的部分我就不说了。首先从脉象上来看，寸脉是左大于右，关脉是右大于左，尺脉双尺都承取难得。双尺承取难得，就是它会出现一个膀胱包括肾的一个功能的下降。比如说这位患者他有夜尿频数，或者说他喝了水可能马上我就想上厕所。然后他的关脉我的判断是右大于左，因为他的常年的一个抑郁，包括她老公有家暴出轨，所以她的肝气是非常郁结，而且常年忧思耗伤肝血。所以它会出现一个睡眠的症状。从关脉说，它是一个很明显的占位脉，像上午老师跟我们讲脉诊的时候也说到了，它会有一个结节，一个囊肿。像这一个占位疾病的特征，能建立起这个手感来，将来呢再和这个疾病的就是在脉搏上面的定位，只要一结合，如果再摸出这个占位效应来，那就可以定位定性诊断。我的推测就是，不光是甲状腺跟乳腺，它可能还有一个多发的淋巴或者肺部，或者说结节，然后囊肿可能会有肝囊肿或者一些其他地方的一些小囊肿。然后我发现患者身上有一股轻微的味道，我的推测可能是从口腔出来的，因为常年忧思，然后肝血暗耗，它会导致一个胃火亢盛的情况。然后我观测到患者他的体型是偏，像土型人，就是他的体型会偏宽，然后会偏粗一点点。然后他的手上有宝茧，应该是常年干活，加上那块他的照片第一张就是一个很杂乱的家庭环境。把脉的时候我还看了一下患者的指尖，它是青紫的，就说明这位患者他的郁症包括心情不好或者气血不畅达已经超过
我认为起码是几十年，就是它才会出现一个我可能四肢末梢血液都不流通的，就是已经是很难受的一个状态。然后我的主诉，我给这位患者下的是中医的诊断是郁症，西医的诊断是重度抑郁。到底有谁能看到真正的我呢？我好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好累。我想从胆、从少阳论治，治法主要是清胆热、畅三焦、清阳明、祛痰、养心神。中药处方我用的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减，辅针处方是中脘、下脘、气海、关元、双天枢、双大横、右上风湿点、左外陵、左气旁、左气血加减。另外给他一个调护建议，就是晒太阳、戒烟酒、多走走、交朋友。一定要晒7点到9点的太阳，因为少阳之气属生，少阳之气生就像春天一样，万物复苏，欣欣向荣，小草发芽，蝴蝶飞舞，然后万物是向上向外的一个状态，它的气机淤在里边，多晒晒太阳，把气机宣发出来，补充这个少阳之气。谢谢老师。王玉在汇报的这个过程中，抽丝剥茧地讲疾病的病理病因、病机发展，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是很深刻的。我给他的中药诊断是苍附导痰汤加减，他的体质还是偏痰湿体质，所以是针对这个。扎针是给他疏肝解郁养心神，穴位是太冲、行间、足三里、三阴交、太溪、阳陵泉、阴陵泉、血海、神门、内关、手三里、曲池、肩颈。然后这位患者自杀倾向可能有实施过。因为他那边的信息有一个，然后包括患者的脉象，确实，其实我把的也很难受。然后我真正想给患者的诊断是让他先离婚找自己，因为老师上午有讲过，说就是所有的病是从环境引起的，然后治病要先治心，对。他这个病的形成，不是说，可能几个月、1-2年会有的，差不多。一般的患者他很少出现这么多的一个疾病。而且是高发、多发，然后很密集。他之前也看过很多医生，我相信不是那些医生不厉害，或者说开的药没有用，而是说哪怕我给你治好了一点，你在这个环境中不断的又去给你增加新的压力，就是他会反复的发病，百病从心起，治病先救心，所以你必须先从这个环境中脱离出来。然后才开始慢慢调整自己。基本上2位同学呢，把这个人的这个状况这个抓住了他这个心理的问题，是吧？外在的给他造成的这种伤害。李延静说的很对，他的左侧脉是大于右侧脉的。寸脉是左大于右。因为左侧脉，它不但是一个肺经的不同，它心经也不同，所以说这个人也存在着肝火犯胃。另外一个，你们2个都切中了一部分。这个王云呢说到了粘稠脉象呢，第一个是脉长治粘，李延静说到了痰湿，他的体质还是偏痰湿体质，所以是针对这个。而且李延静说到了赤弱，他已经发现寸强赤弱，你们2个共同发现的这个特点非常难得，说能有这种手感非常好。所以说呢，针灸一定要给他打开心经，给他疏肝理气降气是可以的，对，他心经堵了。
再一个呢，你这个看病啊，千万不能情绪化。你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大夫，你是给他处理一个现象，你给他处理一个现象，你不能和他融为一体，那不行，这会影响你的判断。我们平常去看患者的时候，如果你把自己过分的带入患者，你确实就会影响你的判断，可能影响我们最后给他的甚至是开方啊、诊断什么的。确实，老师说的挺对的。我觉得医生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职业，他要控制自己的感情。然后李延静呢，是我今天唯一看到一个就是动了感情的医学生。但这个事情我并不觉得它不好，我反而觉得，就是你在你共情这个患者的过程中，你可能自己会很难受，但你可能也因此而能注意到更多的细节，因为你跟他感同身受了，你可能会想到更多的不一样的面。因为我听他说了很多他的想法、他的感受，我会觉得他分析得非常细致，而且很全面。等到他修炼到不再动感情，他可能又会达到另外一个境界。他真的非常强，他看的脉象非常准确，层次非常的丰富。那日常怎么保养呢？甲状腺结节的问题。有一味药叫蒲公英，就有很多人会拿蒲公英去榨汁，或者说药店买一些干蒲公英泡水，它那个是可以很有效的散结的，而且它没有什么味道，药味也不是很重。不是说治疗的话，调理这个是不错的。日常保养，好的。怕冷，然后小腹容易凉，就这种情况怎么样改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刚刚说的针灸，我刚刚给的穴位其实是可以把它的能量往下调，然后小腹这块它有了气血，包括阳气的濡养的话，它就不会有那么凉了，然后它的多尿什么症状也会好很多。然后呢，在辅针处方里面也可以进行加减。我的中脘下脘气海关元呢，是我们辅针中的引气归元，可以调脾胃、补肝肾，然后以后天补先天，然后再加上艾灸呢，可能对你的怕冷有缓解。扎针以后会冒凉气吗？会，不光是这个扎针灸，在给病人点穴的时候，小腹那儿出现寒气。我想补充的一点呢，就是上午我已经讲了，这个天下最大的寒是心寒。所以说呢，很多的寒气来自于缺乏关爱。这个你们以后在临床可以试一试。如果你感觉到他心理上非常孤单，非常渴望被关爱，你就叫他的家属把他抱一抱，他收敛的那个关脉马上开，而且马上会冒热气。有很多所谓的更年期啊，就是老公那种粗暴打脸冷漠导致的一些症状。治病必求于本。对你根本问题不解决，像他求了那么多医，自己也去学，其实现在状态还是不太好。所以说心理治疗未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很多病你们可以将来去体会一下，与缺乏关爱有关。老师，你这样讲很难不共情啊！我说您这样说真的很难不共情啊！临床当中确实是这样。想问一下四位，在拿到真实病患的故事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刚刚老师也说了，很多的病它不是说一瞬间就得了这个病，它一定是在小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啊、成长的环境啊，就让它慢慢导致越长大，他的身体变化就是越复杂，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给孩子看病，一定要看看是他妈病的厉害还是孩子病的厉害。哎，您说的太对了，我觉得这个对。通过孩子映射出他妈妈简直就是一个狂躁性的人格，那孩子没病那才怪事呢。对，就是硬给逼成这样子的。再加上孩子现在活动的空间少，像我们过去就是在田野里面跑，
现在孩子是全在家里。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在田野里面跑，然后气场是开的。你老在这一个封闭环境当中，气场是闭死的。实际上，你们年轻人也应该去到大自然当中去陶冶，不要光赖在床上看手机。说到我了，说到你了，说到扫射到我了。我很能跟他共情，他也才20岁，父母离婚了，但是母亲对他的要求特别的严格，然后导致他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然后即便他考了第2名，他也会觉得自己还是不够优秀，所以这个人就是特别的内耗，极其的内耗，还是科学的去处理心理问题会比较好吧？对，实际上心理脱敏啊非常重要。哎，这个很好，心理脱敏。对，我觉得我非常能够理解他的痛苦。小孩都很需要父母的肯定啦，对，鼓励。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变成像我这个病患的他的，对他可能会出现的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就看到那些很真实的画面，几张照片、几个图片摆在这里，可能就。我们看到的只是这几张照片，但是它可能经过无数个夜晚、无数个痛苦的时刻，是我们就是无法去想象的。我觉得他到了这个岁数了，我觉得他特别好的是他已经离婚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第一步。我就特别希望他可以从此开始转念放过自己，就是好好的想一想他的课题，人生的课题到底是什么。当然，今天我们其实也是借各位学员在考核的机会当中，我们给这一期节目设定了一个很大的主题，我们一直围绕着情绪，然后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段既能够帮助大家去成长的一个学习经历，也帮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去认识到我们的情绪到底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它发生的时候真的会对我们身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希望大家能够接收到身体的信号，正视自己的情绪问题，并且合理的去疏导自己的情绪，然后在很多关键的时候的确可以找寻专业的医生、专业的指导，去为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出口。非常感谢的，感谢齐老师帮我找的针啊，帮我治疗了，还有中医的方子啊，很有效果，心情越来越好了。我感觉中医就是妈妈帮你调啊，妈妈把经络帮你疏通啊，疏通经络啊，你整个全身都慢慢就好了。和你意思都说很直接很好，心里很感动，不知道说什么吧，感动的话。反正我心里就是非常感谢各些所有的人，谢谢你们。一会儿我们去到大论坛公布今天下午这场考核他们的得分情况。那么我们就请齐老师来公布一下打分情况以及整个综合排名情况是什么样子。现在先点评一下下午的这个总体的情况吧。这一次呢是一次实战，真正面对着病人进行诊脉，然后根据脉象特征去分析，达到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非常满意。综合这个上下午的最终的排名，第2名是赵乐怡、王涵，李安静和王玉是交替领先。就是这个分数因为相差得很近，在排名的时候其实很难取舍。其实都挺好的。综合上下午总体的情况，第2名是这个，第2名是王玉。谢谢老师。和赵乐怡是并列，这个赵乐怡呢，你诊到了这个悲伤和所存的嗔
其实这就是个疾病的缘起。它的脉是右寸沉凹涩，左寸动硕，并且有结节的硬直感。右侧的关动硕，左侧的脉会稠一些，然后右齿会沉，左齿会弱一些。下午的努力还是有收获的，但我觉得还不够。就是如果要把我比作一个树的话，我现在还比较秃，我需要有更多的细节的东西，让我这个树变得非常的茂盛，真的能成长为一个大树。王玉呢，诊到了这个粘稠的这个波。脉象呢是脉长，然后它的张力升高，还有脉弦，然后它的质黏，然后说明它对于产物代谢增加。可以再往下分化，血糖高的粘稠和免疫系统功能亢进的这个粘稠，还有肿瘤的这个粘稠，都是粘稠，但是手感不一样。就像苹果里面分有金帅苹果、波光苹果、红富士苹果。拿在嘴里一尝，你就知道，你可以准确的叫出苹果品类的名字，但是你用语言是没法表达的。所以说这个手感，慢慢你就练成了。今天呢是正好碰到了，我觉得这不就是书本上讲的吗？我就直接就用上了。后面我也会多看书预习，争取下次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个综合起来，排名第1名是这个李彦静。哦，厉害！谢谢老师。李彦静对这个病人的描述呢是比较好的啊。尤其是病人的这个寸脉压力高，尺脉压力低，这个诊出来了。这就是这个占位性的占位效应。寸脉是左大于右，关脉是右大于左，尺脉双齿都沉取难得，它是一个很明显的占位脉。我的推测就是，不光是甲状腺跟乳腺，它可能还有一个多发的淋巴结节，然后囊肿可能会有肝囊肿，或者一些其他地方的一些小囊肿。而且诊到了一个左脉沉细，右脉粗浮这样一个伤心到气滞、气窜的过程。其余的基础上，化生、痰湿、痰浊，这个基本的逻辑还是非常对的。李彦静表现得很好，就逻辑思维很清楚，很能共情。严静学姐不管是从脉诊上，还是从老师说的动态的分析疾病，然后深层次的逻辑，3个维度，学姐都很好的展示到了。这个综合起来，排名第3是这个第3是王涵。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会继续努力，加油，加油！第4名是白松岩。大家都是学习非常刻苦、非常努力的，可能我今天的学习能力、我的学习方法以及我接受的内容，还是要有所提高的。第5名是阿姨。因为我是我们这里面最小的嘛，所以基础还很薄弱，我会比较吃力，但我会继续努力的。都表现不错，是先给自己鼓鼓掌。因为我教学教了这么多的学生了，你们这个领会能力上还是非常强的。那么未来呢，可以以脉诊作为一个范式，构建起一个中医学的信息体系。我希望大家第一步，切切实实的打好中医信息采集这一关，其次的才是理论。理论是什么？理论是数据规律，信息才是底层的数据。所以说呢，学习中医应该是踏踏实实，深扎于临床，向病人学习。
我们找一下自己的药。这个是谁呀？哇，雪莲。放几个呀？放就是，第一个格刻度放满，对，第二放4个刻度，就是这个刻度是吗？第一个你放到这儿，然后第二个我放到这儿。好了。你练过毛笔吗？没有。你写字有启示哎。什么意思啊？就是有那种哦，昨天这样说你字好好看。你帮我写吧，师姐。帮我也写上吧。帮我也写一下呗，你写字好看。我今天排第3，老师，加油！耶，第2。下次我们拍照我们要1。下次6个人一起1。嘚瑟一下，来，看这个刻度，哇，满满当当。一会儿不好意思了，然后情绪绷不住了，开始哭。憋一天都难过。王老师说要请客吃饭，为什么不是第1名的请吃饭？王老师上午的第1名，你是今天的第1名，你是上午的第1名。吓我一跳，我过来看一眼，我以为你哭了。没事，我想看一下病案。抄和写的过程当中会理思路，就是你会理清。我需要把它就是整理好，学得更加系统一点，然后慢慢就一点一点进步。下班了。天黑了，我都不想下班。什么？因为我想看一下病案。就是你不要着急抓住一个患者把这个研究透，因为你从一个患者身上总结不出规律啊。你可以多跟我们讨论，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晚上回宿舍，你可以拿我做一个病例啊。我们寝室5个人，你有4个病例可以看。本期我们的考核主题是实现体重自由。身高、体重、下颌线角度、肩宽、胸围、腰围126.8，可以开快递的。我的。接下来我们就依次来测一下。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沈卫东老师，希望能瘦脸，给你扎一个瘦脸针。我都想学中医了，就为了这个针法。看上去比较瘦，其实很藏肉，解决这个嘴馋的毛病。专门的穴位可以减少食欲。在哪儿？你也需要肉，我在哪儿？吃不胖，体重都是偏轻的。方便问下体重吗？110。我110。心脏出了什么问题？窝了那么多麦里面不太健康的一个，心里都一紧。我还有灸吗，老师？一定要保暖啊！保起来，我有一种得了绝症的感觉。像忧郁王子。我们想做一个义诊，想要来看这个是吧？还在他们后面。你不记得我了？今天下午针对4位助力团成员的身体状况，我们选择1种或多种的治疗手段。我都可以，大胆的治。来吧。先给您做局部的一个按摩放松啊，哥。让他开来吧。扎曲池、足三里、上下巨虚、丰隆穴，主打的就是对症下针。这是闪罐，用一个小罐给你玩一下试一试。不疼啊！神医啊！开4关，调动全身的气血通行，扎脸了。恩熙怎么还在扎脸？我也不知道啊，扎1天脸，你脸到底要瘦到什么程度？哎，我不能笑。我先想一下，我实操不多，我会哭。没关系啊，哭就哭，就当成一个学习的过程。你这边好暖心，已经变成反向治疗了。我现在有点心混乱。先别着急。本次考核的排名，第1名是。欢迎齐老师的亲传弟子。哇，大家好，
师姐配了一副药，就在你们每一个锅子里。这是真正的药食同源啊！放心吃这个火锅啊，不会上火了。我想到了一个小游戏，拆解情绪炸弹游戏。我们要把这句话转换成所谓的高情商的发言。你又怎么了？下一句，宝宝你怎么了？渣男发言嘛，这不就是？你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宝，支付宝到账。情绪版的你画我来猜。我对某个人非常，生气？不是。中医版的猜猜我是谁？我是人吗？不是人。我的是个病名吗？不是。是一个结构吗？不是。是个药吗？不是。不是。周杰伦的歌词里面出现过。再给你最后一个提示，跟中医养生有关吗？没有。猪的人可以喝苦瓜汁呢，嘿嘿。晨光亲吻百草，双背包载满青涩的向往。指尖也动古房里的迷藏，推开门是未知的土壤，迈向诉说生命的回响，压向萦绕初心的形状，跌跌撞撞也学着去担当，每一步都写下新篇章。汗水浇灌稚嫩的梦想，古老智慧在指尖发烫，不问路障，只问心之所向。青春远志也到当归。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解锁更多潮养生活秘籍。上微博带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发博讨论，共同见证中医新生代的力量。上百度 App 搜索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一起参与话题讨论。特别合作映客直播。